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8月24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2个主题，第一个，中国打疫苗的试剂洋相；第二个，抗疫任性，中国停止进口蒙古煤价飙升啊。那么第二个主题呢，跟我们未来有很大的影响，因为煤价飙升有可能导致这个限电啊，因为之前发生过很多次这种类似的事件。中国的供电是非常脆弱的，它跟这个煤炭的价格紧密相连啊，所以这件事影响也很大。我们先讲讲打疫苗的洋相啊，我在这里要澄清一下，我不是嘲笑的意思啊，我实在找不到一个词汇来形容它。主要是这件事情，第一，非常的荒唐啊，这是一个国家，一个这么大的国家出现这么荒唐的事情。第二，非常的任性，所以我找不到一个其他的词汇，因为这件事情跟每个老百姓有关系，所以我并不想用一种嘲讽的态度，但的确它是个洋相，一个国家级世纪洋相。以前呢，我们有听过什么跨区看房，什么跨区团购啊，跨区旅行，什么都跨区啊。那么现在没见过跨区打疫苗，现在就有了。现在跨区打疫苗，专车接送，还送钱送物，甚至还发生过这个抢人的冲突，这就是现在闹哄哄的，非常混乱。那么中国老百姓好像也没这么受宠过，这么金贵，被人抢来抢去啊。最近呢，就各地就发通告说，这个辖区有人跑到他们辖区里面，用各种手段，用各种方式组织接送这个市民去外地打疫苗啊。那么，并且甚至承诺给钱啊，给钱，有的给200-300啊，说是破坏了当地的疫苗接种工作和良好的秩序啊。那么我们来看看，邯郸出现，邯郸出现了抢人的事件啊，3个地方，一个是邯郸的这个叫峰峰矿区，一个是邱县，一个是武安市啊。邯郸这个市面上有3个区域开始互相抢人啊，互相抢人啊。你看峰峰矿区说发公告说，近日发现区外人员以各种手段、各种方式到峰峰组织接送我区群众前往外地接种新冠疫苗，并承诺给一定的数额的奖励和补助。这些行为极大的破坏了，极坏的影响到该区这个疫苗接种整体工作和良好秩序。峰峰就发啊，邯郸的邱县啊，邱县说8月21号，这个邱县的居民接到微信群、朋友圈的方式，通过微信群和朋友圈的方式，在邱县的群众到周边省、周边县，接种这个疫苗，车接车送，并承诺给予经济补助。这种行为扰乱了社会秩序，对疫苗接种工作造成不良影响。邱县公安机关发现线索后，迅速出警，第一时间将宋某依法传唤到案，并对其进行处罚。这开始动公安了啊，动公安就用公安来对付这种情况了啊。武安县发出通知，近日发现有域外啊，域外就是外面的外人，以各种手段、各种方式到武安组织接送我市群众前往外地接种新冠疫苗，并承诺给一定数量的奖励和补助。然后各乡镇分包小区、市直单位不存在不正当的疫苗接种行为啊。然后这种行为，这个影响到我市疫苗接种整体工作和良好秩序。然后要求全市广大居民征集线索，举报反映，经查核时奖励500元，举报啊，并为举报者严格保密。就有人干这个事儿，你要举报，举报给你奖励500块钱啊。然后最后这个邯郸市的闹成这个样子，最后邯郸市政府
出来解围啊，说出6个严禁：严禁弄虚作假，严禁跨区拉人，严禁乱发钱物，严禁强制接种，严禁干部冲突，严禁违法行为啊。就是说平时是可以有违法行为，这次严禁啊，那很搞笑。这就是邯郸，然后是廊坊，你看就河北啊，廊坊三河市6月27号下午，三河市依法处理一起严重扰乱疫情防控及疫苗接种工作正常秩序的违法行为啊，3名嫌疑人依法进行了行政处罚。然后是6月25号到27号，王、赵、张啊这3个人在这个燕郊高新区小张各庄村南口，以盈利为目的，组织不特定人员前往天津市，就是廊坊，天津的跑到廊坊去拉人啊。天津市南开区啊接种疫苗第二剂啊，就是天津的南开区派人跑到廊坊三河区去拉人，然后这3个人扰乱秩序，行政拘留10天，王某10天，张某5天，赵某5天啊，抓人了啊，这翻脸。这是廊坊的三河，然后廊坊的大城县6月30号，这个大城县，然后就是村民苑某煽动组织啊，这都煽动组织，都是很吓人的词儿了。村民到附近天津辖区啊，又是天津辖区，承诺给予补助，然后村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鼓动村民去异地打疫苗，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然后就是该人已经被公安机关训诫啊，这训诫这个比较好，这个还没有拘留，那个是拘留了10天5天啊。这是廊坊，就是天津的估计还是这个什么，还是这个叫什么？估计还是南开区啊。然后是山东菏泽，还有山东滕州啊，这是这2个县啊，就是有人出高价吸引山东菏泽的市民去外地打疫苗，一针补助200甚至到1000元不等啊，这简直是买选票这种感觉，车接车送还管饭。这是菏泽8月14号，8月9号说附近有人在这个滕州龙阳卫生院或者是山村3码检验点高价吸引村民到外地打疫苗。那么现在就是滕州的公安局说，大家要公安机关严厉打击，绝不姑息啊，要举报报警。这是山东啊，一个是菏泽，一个是滕州，然后就是湖南邵阳新邵县啊，8月22号发通告说有人在辖区组织接送县里面的群众到外地去接种疫苗，并且给予奖励补助啊，然后就这个话就说的很坏啊，他说异地接种不仅安全隐患大，而且对我县疫苗接种工作造成极坏影响啊，他就开始这就是很坏心眼啊，他就说别人是有安全隐患，要大家举报。另外一个就是安徽宣城市泾县啊，宣城市泾县8月23号发通告说也出现凡是参与组织宣传接送联系到县外这个接种疫苗扰乱接种秩序的，一经发现，公安机关要按相关法律严重处罚，举报1000块钱。大概就是你可以看到，从北到南都在发生抢人的事件啊，抢人。那么我们看看他为什么会抢人，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普遍的这种抢人的事件？其实还有很多没有报道了啊，因为这个没有专门报道，所以其实抢人应该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
我们先从哪里讲？先从这个任务讲，疫苗接种任务。你看各地打疫苗，现在已经到了，就是各种强制打疫苗已经到了这个令人发指的地步啊！国家卫健委不断的说我们没有强制打疫苗的政策，但是其实地方政府都在强制打疫苗，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啊！强制打疫苗是地方政府的标配。那我们就要看一下，为什么地方政府会这么激动的打疫苗？那么我们就要看一下中国的疫苗接种任务。这个任务呢，之前就没有报道啊。中国到底它的接种疫苗是个什么性质的任务，没有报道过，基本上处于一个半保密的状态啊。那么这种半保密状态为什么会地方政府像发了疯一样在做这个事情？肯定有原因的。结果呢，我们在前天的节目当中就把这事儿给爆出来。其实呢，这件事情是有既定任务的啊，是泄露这个新闻、泄露这个任务的是安徽省，安徽省的一个叫淮北市的市长叫秦卫国啊。8月19号呢，安徽就开了一个全省疫苗接种工作视频工作会议。这个淮北市长秦卫国呢就讲话发了，就会后他就组织这个淮北市，他市长啊，开完大会，然后他就开小会，就跟市里头讲就是布置任务啊，布置任务就结果把这事儿嘴巴一大给说出来。他不仅说出来，而且被媒体爆出去了啊，爆出去，直接就在他们自己的官网上。其实他的讲话在他们市政府的官网上就是贴出来，然后被有心人复制发到推特上，就被我看到了。我一看，马上我就知道这件事情就有谱了。怎么回事呢？秦卫国是这么说的，他说8月底完成11亿人的接种覆盖，10月底完成11亿人的接种覆盖。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审定啊，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目标。哎，这件就把这事给泄露出来。其实中国官方媒体从来没有报道过这件事情，我查了，大家不用再去查，我已经查过了，没有报道过。那么他说的，当然我相信这肯定是有一定的保密程度啊，只不过呢，没有那么严格的密集，所以呢不公开宣传，但是呢是在办什么呢？这就是全国各级政府的政治任务，完不成乌纱不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认为很多时候觉得背后可能有经济利益，但是应该不是。从目前来看，不是经济任务，这不是经济利益，是政治任务。政治任务目标是什么？你看这时间就知道，这个目标指向什么？明年2月份的北京冬奥会。因为如果中国还是在清零的状态之下，北京冬奥会没法开，怎么开？那么脆弱，你看基本上一个人就能搞定一个省啊。那你那个时候冬奥会，你真的让全世界的运动员和观众一来，你这个什么情况？所以呢，应该这个任务目标是为了搞定明年的这个2月份的10月份嘛10月底完成，10月底就11月份了，11、12、12，剩下时间不多了，剩下3、4个月的时间做准备，差也差不多啊，大概应该是这件事。我们先搞清楚，这件事情是一个政治任务，这个政治任务跟每个级官员的政治前途和官位有着因果关系，搞不定就下台，乌纱不保。所以为什么各级政府发了疯的一样采取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各地政府用尽所有的政策工具，从上班到出行到征信，总之他能用到的所有的手段，迫使大家去打疫苗，其实就是强迫大家打疫苗，
不打疫苗，你没法上班，你甚至不能出小区，你甚至不能去购物，你甚至不能去看病。总之，你不打疫苗活不下去，就是不给你活路。所以其实大部分人还是会去打，我也劝大家去打，因为他疯了，他已经疯了，各级政府首脑全疯了，所以不能跟他疯，所以还是要打。你要不上不了班，要不你买不了菜怎么办？现在情况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这是一头，就是这是一个政治任务，而且这个政治任务对各级官员来说，叫命运攸关啊。所以你看这个秦卫国在那个会上是这么说，他说各级各部门要站位再提高，措施再落实，勇于担当，主动作为，紧盯目标，靶向发力，补齐短板，堵塞漏洞，想尽一切办法做到应接尽接，一人不漏，坚决打赢疫苗接种的人民战争啊！所以你说现在你说中国经济谁在管？没有人管中国经济，没有人管，都在忙这些事情，谁在管中国经济？没人在管。我说疫苗、疫情，中国的防控措施，中国的抗疫的这个策略，正在杀死中国的经济。你可以从各个层面看到啊。要全面开展反向清查，充分发挥网格化管理作用，强力推进两码联查，及时收集未接种人员信息，进度再加快啊，这是一个市长说的话。然后其实在6月15号，国家卫健委开了一个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电话会议，部署2件事，第一个疫情防控，另外一个接种疫苗啊。然后所以呢，基本上各级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全部都在动员打疫苗。他现在的目标，我们重复一遍，8月底10亿覆盖10亿，10亿人打完，10月底11亿打完。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目标，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目标。第7次人口普查，那么官方公布的数据是14.11亿啊就大数就14亿。那么实际上没有人相信这个数据啊，大部分都认为大概中国人口大概是在12亿到13亿之间啊。主流观点是12.8亿，我们就用12.8亿。如果按照12.8亿的概念是什么？也就是说，实际的中国人口只有他公布数据的90.7%啊，就是说，他说有14亿，实际上只有12.8亿，那么只有90.7%啊，不到91。好，政策呢？什么政策呢？打疫苗的政策。4月份的时候，当时中国打疫苗的打疫苗的范围是18岁以上的人群啊，18岁以上的人群。那么其中也把60岁以上的老人纳入接种范围，因为他们是高风险人群。那么所以呢，除非你的基础病处于这个发作期，否则还是要打，基本上是这样。到了7月份，政策变了，把12岁到17岁的这个未成年人也纳入啊，人完不成任务了。为什么？人不够了。我等一下讲为什么人不够了。所以呢，把12岁到17岁的未成年人口纳入接种疫苗。广东省最先开始啊，从7月份开始打。那我们来算一下这人口，我们看看这个任务是个什么性质的任务。中国0到12岁的人口大概是2亿2300万，那么15岁到59岁的人口是8.94亿，8.94亿，60岁以上是2.64亿啊。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12岁到17岁全部都算进去的话，也就是说12岁以上的总人口是多少呢？11.88亿，
这是用国家统计局的口径啊，不是实际人数啊。那么，所以呢，总的12岁以上的总人口11.88，但是有一些老人呢，基础病和身体比较弱的老人，我查过，大概这种人呢，在目前中国的人口数呢，估计打不了的人口数，估计是1.5亿啊，1.5亿。那么实际上你刨掉11.88，刨掉这个1.5亿，也就是说，在中国现在的总人口当中，啊，不管你是在新疆还是在云南，在北京还是在深圳啊，那么所有人头全拢在一起，能够用来完成打疫苗的人口是多少？10.03亿，就是10.3亿。10.3亿，如果我们按照这个90%的这个虚报率，那么实际的人口就是9.09亿啊，也就是说，能拿来给你打疫苗的人口总共是9.09亿。这意味着什么？他8月底要求什么？8月底打完10亿，8月底就要打完10亿。那你实际上呢？你到了8月底，你是有10亿的任务，你手上的人口能够打疫苗的人口只有9亿，对吧？啊，只有9亿。也就是说，假如你不折不扣把所有人你手上的辖区人全部打完，你还差1亿，理解吗？就是说，他已经虚报了10%，就是你全部打完，所有人全部抓来打，你还差1个亿，你差1个亿，这你想一下啊，为什么会差1个亿？因为当地政府打疫苗的指标是怎么算的？就是各个辖区你报上来的人口数，你自己报出来的人口数，就按照这人口数去打疫苗，可笑吗？这就是各地报上来的人口数，就是你领回去打疫苗的任务。这个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好玩的事情吗？这就是这件事情我讲的荒唐的地方。当初各地为了完成指标，虚报人口啊，人口统计的时候虚报人口，虚报人口好，现在报应马上就来，马上啊，这个去年11月份完成的事情，现在才8月份，现世报这个指标马上就回来，根据你之前报的，你比如说你报了100万，好，100万是吧？好，你先完成90%，完成，他的任务指标是我看一下啊，按照他的这个指标是，按照这个指标是80%，10亿除以11亿除以，应该是86点几吧？我看一下，一下子忘记了。11除以14.11，78，你就领78%的任务回去打吧。这下傻了，当初只有90万，报了100万，结果100万按照78%去领回去，就要打78万，不够了，人头不够了。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啊。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各个地方跑的地方，其他地方去拉人打，为什么？因为本地人不够，本地人不够，那他明明是知道，他为什么要去抢其他地方的人？就他现在本地呢，就想尽一切办法把辖区内的人全部摁着去打。他知道人数是不够的，因为他自己知道有多少人，他自己虚报的数字，他自己很清楚，他打不够打的。现在的这些辖区里所有人他是不够打，那怎么办？去其他地方抓人。这就是为什么你比如说天津南开区派人跑到河北邯郸去拉人，原因就是这个原因。
他肯定是完不成的，他知道是完不成，完不成怎么办？完不成就掉乌纱帽，那怎么办？那就凑钱呗，反正这也是公款，去其他地方来打，把这数填上，不填上乌纱帽要掉啊。然后国家卫健委8月23号公布说，全国累计接种了19.61万19.61剂疫苗。如果按照每人2剂的这个算法的话，那平均一个人打2针，那实际上就有9亿8千万的人已经完成接种疫苗，已经基本上接种，剩下2000万，31个省很快可以完成。但是我敢肯定，19.6肯定造假。为什么？没那么多人给你完成啊！你别忘了，你还没有你现在其实中国打疫苗的，就是渗透率并没有那么高，还是有一部分的人没有打完。如果你打了19.6，意味着什么？你基本上打完了，差不多100%了，已经差不多，在全国范围已经差不多100%，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其实还是有很多人没有打的啊，所以说明这个数据是造假。其实，关于中国有多少人接种了疫苗这件事情，卫健委的数据不可信啊。然后，所以你可以看地方政府全力以赴，就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全力以赴，啥都放下，什么任务都放下，在干什么？打疫苗。非常可笑的是，这个疫苗还是无效的。你看一下啊，这件事情，所以我说为什么这是一个世纪洋相？世纪洋相在于，中国动员了全国的政府、各级政府的力量，在做一件事情，去打疫苗。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建立群体免疫啊，群体免疫。你看，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政府资源，全部都在做这件事情。但是非常可笑的是，中国的疫苗是无效的。也就是说，中国实际上各地方政府都知道这个疫苗无效。你看各个地方政府制定，甚至国家卫健委也很清楚这些疫苗是无效的，因为它制定的所有的防疫措施都是假设疫苗无效的前提来制定的。但是全中国在做这件事情，各级政府都在做这件事情，而且各级政府的人都知道疫苗无效。其实基本上全中国人都知道中国疫苗无效，当然老百姓不一定个个都知道，但是至少这些官员是很清楚的，疫苗无效。但是大家都在做这件事情，这不是个世纪洋相是什么？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习近平吹嘘的他的治国理政的水平啊，治国理政的水平就是这个水平。你想一下，投入这么多的资源，结果是不可能形成群体免疫的效果的。而他的目标是为了解决明年北京冬奥会。如果解决明年北京冬奥会，就算是他把他这个11亿全打完，当然肯定打不完。为什么？因为人口虚报，他打不完这11亿，没有那么多人给他打。就在制定这个疫苗接种计划的时候，他又被另外一个谎言，又揭露了另外一个谎言。而这个任务这个各地抢人这件事情，实际上呢，一口气把2件事给弄翻了。第一件事就是人口造假，人口造假这件事情弄翻了，你看得很清楚，这存在人口虚报，才会跑到别地方去抢人。而且人口虚报这件事情不是个别现象，是普遍现象，因为各地都在抢人，各地都抢人，说明各地都在虚报，各地政府都很清楚，他这里人不够，就要去抢人。你看，这不是世纪洋相是什么啊？人口普查是假的，疫苗是假的，然后根据这个制定的这个
这个疫情防控措施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而且是不现实的。你明年的冬奥会，你看你怎么弄？你又没有根本中国不会建立起来群体免疫的效果啊，这个效果，那你还是要清零。那个时候清零就不一样，因为全世界都已经开放了，只有中国不开放。所以这就是习近平吹嘘的治国理政水平。治国理政水平实际上是我给他4个词汇：第一，愚蠢；第二，无能；第三，残忍；第四，狂妄。这就是他干的事情。然后今天习近平还出来了啊，这是北戴河会议之后他第一次出来啊。之前虽然开了一个这个全国财经委的会议，但是其实并没有出境。这次出境去哪儿呢？去河北，河北这个避暑山庄23号、24号河北。那之前这个李克强去了河南，他就去河北。那么河北赛罕坝农场去看了农场，赛罕坝啥都没有。网友跟我在上次的节目说啥没有，就有一个叫御道口。御道口呢，据说这个网友说，我没查到啊。网友说历代皇帝都会在这个御道口走一遍，说是之前这个胡锦涛也走过。习近平走是不是有别的意思？我反正没有看到这个网友这么说这个说法啊。但是这个网友提到，但是我查到的是什么呢？查到的是康熙帝1681年，康熙帝就在这个叫赛罕坝，在赛罕坝那儿呢建了1万平方公里的这个狩猎场。到了嘉庆的25年啊，一共举办了前后140年，总共举办了这个他们的围猎活动105次啊。清朝的皇帝经常跑到那里去打猎啊，这是游牧民族的一个习俗啊。这是习近平就去了这个赛罕坝的这个御道口，然后再去承德避暑山庄啊。基本上看了精神状态，有个特点啊，没视频啊。这次反而没视频，反而就只有照片啊，看脸色不大好啊。虽然他很迷信，习近平很迷信中医啊，这就是为什么中医现在大行其道的其中一个原因啊。好吧，大体上就是这样。然后扬州疫情继续这个扬州现在把邗江区的1、2、3公道镇、阳寿镇、瓜州镇，还有这个扬州的经济开发区，朴习镇这几个镇，把他们的疫情防控措施调升了啊。8月25号开始，这个调升到什么程度呢？一户人家3天出去一次啊，那么而且出去只能待2个小时，赶紧回来，而且要戴好口罩，不扎堆，不聚集，只能去超市、农贸市场、药店，然后要什么？要检验这个进出证、苏康码、核酸检测证明，然后不是本小区的人不得入内。基本上这个处于一个高度防控措施状态啊。扬州现在还是处于封城状态啊。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中国停止进口蒙古的煤炭。那么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蒙古疫情爆发，然后这个司机，所以说接二连三在这个蒙古的运煤车的司机的当中发现了这个阳性，所以呢，中国就把这个蒙古煤炭停止通关啊。这个关口叫内蒙古甘旗毛都口岸。甘旗毛都口岸的
这个办公室主任已经证实了几点：第一，目前玉梅车已经暂停通关，停止通关，那么没有恢复的时间表；第二，口岸仍然正常开放，没有关闭，运输铜矿的车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煤不行煤不行。然后现在甘旗毛都口岸海关接到了巴彦淖尔市政府的通知，暂停煤炭进口2个星期，进行核酸检测的溯源工作。那么这是一个，然后就是口岸管委会8月4号到17号的工作动态中有提到，集中对蒙古来的这个车辆进行消杀，而且口岸说，境外车辆从入境到出境整个过程被细化为23个环节，重点防控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现在的情况是中国跟澳洲关系转差。去年的10月开始，中国停止进这个澳洲动力煤和炼焦煤。蒙古是从2019年开始成为中国焦炭进口来源的第一大国那么煤炭按照主要分成2个，一个是动力煤，一个是炼焦煤。那么炼焦煤主要是拿来做什么？炼冶金用冶金主要是炼钢中国优质的炼焦煤储量和产量有限，都需要进口。蒙古有2个煤矿，距离这个中蒙边界只有190和70公里，特别好，质量特别好，非常受中国的厂商的欢迎。那么大部分是从哪里走？从甘旗毛都口岸和侧克口岸2个口岸入境那么今年1月1号，中国和蒙古国相互实施这个亚太经贸协定下的关税减让措施，平均减税24%，扩大双边贸易合作。那么市场传出这个停止进口蒙古煤炭之后呢，期货市场马上反应。8月23号，期货市场动力煤、焦炭、焦煤3个主力合约全部涨停。那么大概就是这样蒙古这边的疫情非常的严重累计确诊19.6，死了907人。过去28天发现了3.88万宗确诊，125人死亡。非常可惜的是，蒙古打了这个中国疫苗，但是仍然在爆发这件事情就是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就不展开说了因为时间超了。这件事情有2个，第一个，蒙古是打了中国的疫苗的，但是蒙古现在在疫情爆发大爆发，现在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开始停止进蒙古煤，停止进蒙古的煤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主要它是炼焦动力煤还是从澳洲进动力煤，然后这个蒙古进这个炼焦煤那么对钢铁会有影响。钢产量已经下降了，今年钢产量已经下降，为什么？因为碳排放控制碳排放。中国控制碳排放的方法是什么？勒令钢厂减产，没有别的办法。好吧，那我们今天这就是疫情，这又是疫情防控对经济的影响。所以你看，现在中国的情况，你看得过去，大部分的情况是什么？2个字：混乱。有没有发现？非常的混乱，这国家是非常的混乱。好吧，那我们现在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那么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什么情况？
刷新一下。OK， 明线CW 谢谢 Mike 猪谢谢。情况，我住在辽宁省与河北省交界地带。河北先打疫苗，每人接种疫苗并给100块钱现金。辽宁这边民众听了，那边给钱，蜂拥而去。结果两省边界以疫情为由给封路了。我靠，好吧。情况，老家西北小城。前几天给家里打电话，家人说最近打疫苗很厉害，刚开始一人给300，后来是一人给600啊。观点，发现一个盲点，人口数据造假越严重的地区，抢人越厉害，给的钱越多，非常正确。刚才讲的河北、辽宁，这都是人口造假最厉害的地方啊。这不是盲点啊，这是要点啊。情况，我身边一些朋友打完第1剂科兴，或者打完第2剂科兴，大概1周出现症状，核酸检测显示确诊了，不知道是不是巧合，这种情况值得重视。OK， 核酸检测确诊了，他体内有抗体，体内抗体是不是核酸检测发现抗体啊？情况，我老婆生孩子才3个月。昨晚社区打电话给我老婆，让她去打疫苗，说哺乳期也可以打疫苗，疯了，坐标合肥，就现在已经无所不用其极了。就是我刚才讲，大概中国有1亿5千万的老人是有这个基础病，而且在基础病处于这种发病状态，是不应该打疫苗的。我估计现在也在使劲让他们去打。就中国现在的情况，你可以看啊，疯狂。就是为了他自己的事情完全不管别人啊，比如说让这个产妇去打疫苗，疯了。情况，之前用尽各种手段，打的时候让你签同意书，说你知晓所有风险，是自愿打疫苗，后果自负。观点，打疫苗没问题，有没有效也可以接受，但是疫苗的副作用才是阻止部分人打疫苗的真正原因。其实中国并没有实现100%，所以卫健委的19亿肯定造假啊。情况，台湾高端疫苗注射到昨天已达预约登记的90%，显示台湾人对自产疫苗非常有信心啊。观点，习近平不公开自己是否打疫苗，打了几针，打的哪种疫苗，已经证明疫苗的无效，什么都不用说，非常正确。习近平有本事跟蔡英文一样，现场直播打国产疫苗，打给大家看啊，那就是厉害啊，那就可以说明问题啊。提问，人口数据本来就是造假，为什么疫苗数据不造假呢？非要折腾人民？网友打不打不重要，重要的是打了还要上传信息，没那么多人的信息可以上传。OK， 观点，人口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啊。就是计生办那帮人，问题是早在10年前的第6次人口普查就作假，现在那批人还在位，只能越做越假，一追责计生办谁都逃不了。观点，实际上通过最高层强制规定手段让大家打疫苗，符合其一贯做法，但为什么不使用而利诱的方式？因为他们不想为带来的后果负责。已经看到很多年纪大的人打疫苗不久就去世的消息，之后就被快速删帖。观点，我觉得清零封城的做法不会持续太久，14亿人打完疫苗之后就会宣布全民免疫，不论疫苗是否有效，留着张文宏就是为今后改变防疫路线做铺垫。那你不了解，你不了解疫情。如果他放弃原有的清零措施，后果是什么？那你想一下，疫苗是无效的啊，病毒已经在我们的社区，全国到处都是病毒。那实际上有一个人感染了，你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啊，可能就是旁边的什么东西就感染了，感染了呢，
只要有一个人感染，你整个局面就崩溃了。为什么？就不断的在传染啊。所以你不清零，后果是什么？你不清零的后果，就一下子传遍全中国。所以，所谓什么留着张红红是改变防疫路线，中国没有其他的路线，中国只有一条路线，就是清零。只要你没有疫苗，你打的疫苗是无效的，就等于没有疫苗。只要你没有疫苗，你就必须清零，因为你不清零的后果，就是到处都是病人了。你看一下武汉，去年的武汉，去年2月份的武汉，每个城市都会变成去年2月份的武汉。你不清零，改变不了，没怎么改变，没得改变。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面对疫情，只有一个武器或者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打疫苗。打疫苗是解决疫情的本质的、根本的唯一的手段。在没有完成这个动作之前，所有的措施都是权宜之计，包括清零都是权宜之计，包括之前说我们想办法这个拉低这个曲线，不要让这曲线一下子冲上去，我们的医疗系统崩溃，都是权宜之计。为的是什么？腾出时间生产疫苗，等疫苗出来，把疫苗赶紧打，打完之后建立全体免疫，这件事情就过去了。你想一下，如果你没有疫苗，然后你又不清零，那就中国就会出现上百个武汉市，就是这种情况啊。观点：疫苗无效的情况下，用覆盖率高做表面功夫，即使冬奥会用严格控制人的行动来举办，办完之后的大规模爆发，恐怕会造成比现在更严重的多的人道灾难。非常正确，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啊。问题在此之前，中共实施了一系列你觉得很不合理的政策，包括打击各种产业、强制施打各种无效的疫苗，以及强制施打疫苗与严厉封停之间的政策矛盾。之前有些网友提出他们的观点是，您常常以不合常识来反驳这种观点，但随着情势的发展，王先生在上期节目最后的结论似乎是，一切政策都出自习近平的个人意志，而习近平本人现在似乎在处于一种完全无法用常识来判断的状况。这种认知会不会改变您对未来中共的判断标准？我再强调一点，第一个，我认为中国现在采取的清零的政策本身，这个清零政策本身是在没有疫苗之前情况下唯一可以采取的策略，理解吗？策略，清零是个策略，什么策略？阻断、封停，然后不断的进行什么？进行核酸检测，把感染的人从人群中拿出来，从而令人群当中不再出现病例，这就叫清零政策。清零政策基本上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之下，你要控制疫情唯一的手段，这个并没有错啊，这没有什么意义。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问题就是中国在采取清零政策的时候，第一，政策的部署准备非常的粗糙，非常的残酷。第二，他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他还要挣钱，卖菜还要挣钱，隔离还要挣钱，反正用尽一切办法，想办法还在挣钱。我批评的是这个，我批判的是这个，所有的非人道的政策措施，我都在批评。啊，所以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讲的是他们的观点是什么观点，我不清楚。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就事论事，不能笼而统之的讲这件事情是好的，这件事是不好的，没有，这跟什么政府没有关系。我们只讨论什么？我们只讨论政策，好吧？
至于习近平处于什么样的状况，我没有讲过习近平处于什么样的状况，我只讲习近平做了什么样的决定，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啊，对吧？提问：在台湾看到财经媒体对于中共打压各行各业，原因之一是为了扶植制造业。请问，除了半导体产业，哪些专精特新的制造业在中共的小算盘里面？如果说为了打击各个行业是为了扶持制造业的话，那他就没有常识啊？为什么？第一，各个行业跟制造业并没有矛盾或者并没有对立，你打击这些行业并不能够扶持这个制造业，跟制造业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啊，这是第一。第二，中国的制造业已经是非常强大的啊，基本上中国号称是世界工厂，中国的制造业世界第一，这个不疑问。那当然，继续扶持制造业这个政策并没有错误，但是问题是你扶持制造业就一定要打击其他行业，特别是互联网行业吗？我不理解，我不知道他的这个逻辑是什么，我看不出来这两个政策之间的因果关系啊。观点：我喜欢听王老师的节目，但发现王老师喜欢在节目中把新冠肺炎、新冠病毒肺炎称为武汉肺炎。我算是半个武汉人，一开始没什么特别不适应，但是我周围有人觉得武汉肺炎这个说法带有歧视性，所以我建议可以改为中共大肺炎或者是中共超级肺炎。我觉得反共的斗争中，武汉人也不想缺席。我必须澄清两点：把地名作为一个病的名称，并不是有歧视性。德国脑炎这个什么日本脑炎等等各种名字都在用，中国也在用，包括这次叫什么叫什么这次的 Delta 最早叫什么？包括像南非啊，这都在用这个名字。武汉肺炎为什么要叫武汉肺炎？就是纪念那些在武汉肺炎当中去世的人。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要叫武汉肺炎。你去查一下，新华社、人民日报一开始也叫武汉肺炎，所以我们一直在叫武汉肺炎。如果你觉得有什么不舒服，我非常抱歉，但是我还会讲武汉肺炎啊。我们一定要纪念这件事情来自于武汉。中国人也在叫别人的名字的时候，他一点都不觉得在歧视，但是叫武汉肺炎你就觉得歧视，这不公道吧？是不是？所以我会继续用武汉肺炎啊。情况打卡澳洲，进入各级场合需要扫二维码，记录足迹。最近几个中国老人问我，为什么他们墙内带来的华为手机无法下载这个 APP，但他们的女儿手机却可以。询问之下发现，他女儿华为手机是在澳洲门店买的，不受限制，可以下载 Google，但是墙内带来的都不行。老人问我们为什么这么搞，我笑笑说，不让你上外网呗。情况：武汉部分地区域出现打疫苗给钱给油的事实，打第一针给500，打第二针给1到200，情况属实，已经有人打完马上收钱了。另外一个朋友已经打完2针，结果临时去武汉周边做了1天的工程，就收到通知打疫苗的短信。OK， 情况，武汉各区域也在拉人打疫苗，车接车送，接种完后，如果第一针给300，第二针给150啊。情况坐标山西，我姑姑就是社区信息员，专门统计疫苗接种情况，我帮他做过相应表格。不愿意打疫苗的人群，还包括有基础病、哺乳区的妇女，在备孕期的人群包括男女，大概占10%到15%。最近有个别有基础病的老人贪图小礼品去打疫苗，对，10%到15%比较合理，他肯定没有全部打完，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想想看，现在的情况，他说上来已经说打了19亿，肯定是假的啊。
观点我认为官方也认识到，只有疫苗才能终结疫情。之所以在严格封锁的情况下快速打疫苗，这样等实现群体免疫后，就可以宣传强行封锁的制度优势，这就是现实版的狐假虎威。但是疫苗无效啊，你怎么宣传呢？疫苗无效，你还是要封锁，还是要清零，怎么解释呢？如果你现在讲已经打了19亿，打了19亿，你至少已经覆盖了，如果2针的话，你至少已经覆盖了9.8亿人口，9.8亿人口，你再打一点点，就已经基本上可以实现群体免疫，在局部已经实现群体免疫了。美国就是这样，美国也没有，根本就连70%都没有到，但是你看部分州已经差不多都可以实现群体免疫了，打这个接种率高的州，所以中国第一个接种数量肯定没那么高，第二个，第二个疫苗肯定是无效啊。情况坐标温哥华，之前离家近的接种疫苗站已经关闭，因为附近市民已经打得差不多了，就节约人力物力关门了。今天先生跑得比较远的站点接种第2针，护士小姐姐说尽快接种，他们也不知道最后一批想打的人要去哪里去接种疫苗，就是啊，这个是对的。情况在马来西亚，很多爱国小粉红指定要打中国疫苗，政府卫生部 APP 预约分配到英国和美国的疫苗拒绝接种，宁愿重新排队，直到接种到中国疫苗。还有些自己掏钱去私人诊所接种中国疫苗，很好，就让他们打吧。这个我觉得，《现世报》可以教育他们啊。提问：前几天钟南山有发布中国疫苗的保护力，主要根据广州 Delta 疫情做统计，2剂疫苗的保护力是60%，防重症是100%，这数据真实不予置评。我好奇的是，为何没有说明是厂商的疫苗？难道在中国科兴、国药、康希诺都是一样的药剂吗？当然不是。说明什么？说明他在骗你呗，对吧？你想一下，说这个疫苗有60%的保护力，2剂有60%保护力，他连品牌是什么都不说，他不说意味着什么？他不说意味着就是诚心要骗你嘛，对吧？啊，情况在身边认识的亲人朋友打完1剂或者第2剂后，大概1周出现新冠肺炎的症状，这些症状类似感冒、咳嗽、喉咙痛，去做核酸检测确诊了，有些轻症后来恢复了，但有些出现症状3、4天后因呼吸困难就去世了，这种情况值得重视，统计做数据分析。那说明这个疫苗是有问题的，就是疫苗产生了感染。这让我想起什么呢？想起去年非洲猪瘟，非洲猪瘟有个情况是什么？当时是农科院做非洲猪瘟的疫苗，这个疫苗还没有成功，实际上呢，它还带有病毒，它还有毒性。其实疫苗是什么？就是灭活疫苗，就是把这个病毒呢去掉毒性，然后激发你的这个抗体。而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当时的情况是，这个疫苗非洲猪瘟的疫苗呢，这个灭活疫苗它还没有完全去掉毒性，结果呢泄露了，被人偷偷的拿出去生产。结果去年年底的那一波非洲猪瘟，纯粹就是因为这个没有完成毒性的这个疫苗在传播疫情，那一波是这么来的。你刚才讲的这情况就让我想起这件事情，我就怀疑是什么？刚才今天已经有第3个人在讲这件事情啊，我怀疑就是这个疫苗质量不合格，毒性还没有去除。中国的疫苗供应商
名声狼藉，他们干的坏事太多了，所以我怀疑是这样。这不是统计做数据分析，不是，这是人命啊！提问王老师你好，同样是打疫苗的政治任务，为什么一线城市和二三四线城市强制力和操作方式有所不同？有什么不同？你告诉我，我不知道你有问题，你这样问我不知道，他们不同在哪里？另外，跨区抢人和派发奖励的方案，半年前一线城市操作过，为什么部分小城市现在才想起来如此操作？为什么？因为发现人不够了嘛。大城市打得快，打得快，发现人不够了，赶紧抢人。小城市打得慢，到后面发现人不够了，开始抢人。因为他不到最后，他不确定的，他哪知道？哦，他不对，他一开始就知道。理论上一开始他就知道人是不够的，对吗？不清楚为什么现在在抢人，那可能是任务压下去，一层层压下去，压到那里必须完成了，抢人去了，应该是这样啊。情况我在纽约，我同事的女儿有执照的护士，她说几乎所有感染的人都是未打疫苗的，打过的即便感染也是轻症。我就是讲，就是要打疫苗，没有别的。在包括中国在内，你也去打，有这个副作用，这是事实。但是呢，你在中国你不打，你没办法上班呐，你不上班吗？所以在中国你也没办法，你要打，被迫打。你有很多的，你会面对很多的麻烦啊。在海外就更不用说了，你在美国不打疫苗，我觉得，我之前说过，我就不说了啊。观点：中国的户籍制度非常不好，很容易受区域歧视。既然有身份证证明是中国公民，依法纳税，为什么还有户籍制度框住大家？网友答：中国的户籍制度主要是为了限制人口流动，通过户口来绑定生老病死，这是集权制度统治中国的必然要求。户口在各个时期给国人带来的伤痛、麻烦无以复加。即便是目前户口政策上，土共仍然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始终不肯废废除户口制度。文明世界别说城市间的人口流动畅通无阻，即便是国家间也是往来自由，想去哪去哪，只要有工作。户籍制度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户籍制度是中国这个人口歧视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啊。歧视是什么？歧视就是有一部分人拥有某些权利，其他人没有啊。户籍制度上面大概挂了多少资源呢？从住房到医疗到教育，大概挂了，我印象中是71项城市公共服务的资源。所以为什么不取消这个户籍制度的原因，是因为有户籍的这部分人是享受这部分福利的啊，或者是公共服务的。没有户籍的人是没办法享受这个福利的，或者是公共服务的。这就是他不取消的原因。当他一取消的时候，那马上就变成全覆盖，全覆盖他没有这么多钱，他也根本不打算服务这么多人，理解吗？这就是中共的算盘。就是你比如说深圳，深圳户籍人口只有300万，深圳的人口是1700万，那他只向这300万提供我刚才讲的这71种公共服务，其他的1500万、300万、1400万人口是没有公共服务的，没有这些公共服务，没有这些公共服务，但是他还在这里交税，对吗？为这个城市做贡献，中共就剥削这些人，剥削农民，剥削农民工，剥削没有户口的人，不为他们提供正常的公共服务，这是一种歧视的政策。
那他为什么不取消？取消了以后，一取消户籍，你的公共服务政策就无选择的覆盖1700万人口。当这1700万人口你要提供1700万公共服务的时候，他就没有钱去拿去开奥运会了吧，对吧？啊，大概是这样啊。废黜啊，情况昨天上午上课给学生做了一个小游戏，就是拿中国的人口数据给学生们分析，看看能不能找出问题，锻炼他们的分析和思辨能力。很多学生或多或少的找到问题，并且震惊于中国政府拙劣的谎言，尽一点力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政府，很开心，很好。问题：为什么人口数据能造假，但是疫苗接种数据不能造假？网友答：如果很容易就可以造假，地方政府不会玩命的拉人。疫苗跟接种人都是扫码一一对应，不太好造假吧？我觉得不大好造假。当然可以造假，一定会造假。我相信这里面一定会造假，但是呢，造假的代价很大。我认为这次如果你造假的话，给你打招呼啊，造假一定要怎么怎么着，肯定是吓唬大家。观点：中国政府官员之所以不在打疫苗的人数上作假，是因为疫苗都是有编号的，哪支疫苗打给了谁都可以轻易查到。如果你作假了，那就会被政敌抓住把柄。反正死道友不如死贫道，不如去隔壁拉人过来打，比作假更安全。这和中国官场的利己主义分不开。哦，每个疫苗都有编号，OK，明白了啊。观点照这样分析，中国的户籍制度已经是严重的歧视和对底层的剥削。当然，你以为是什么？就是歧视跟户籍制度就是歧视跟剥削啊。问题：虚报和捏造人口统计数据应该是国家统计局干的事情，地方政府有什么动力去虚报辖区内的人口数据？举个例子，很多的财政补贴都是跟人口数据有关。我举个例子，教育经费，是，我印象中是4、6开，地方政府4，中央政府6。那么中央政府根据你在校人数给你教育经费补贴，那地方政府有没有动力？当然有啊，很多跟这个人口都是有关，所以地方政府人口造假，原因就跟这个是有关系啊。情况：杭州好多企业家因为州案被调查和约谈了，恐怕可能出现投资商大规模出逃，对经济更是雪上加霜。观点：我认为不能唯疫苗论。一个客观的事实是，美国的几大科技公司已经紧急推迟员工返回办公室的时间到明年。能不能分析一下疫苗对病毒变种的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分析不了。为什么？因为没有时间了啊。OK，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啊！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